没有办法讲了，是吧？我看这个家伙怎么把它圆回去？你看到的其实是这样的，不对。如果维度存在的话，现实你看到的应该是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深宇宙控制论创始人李华伟。觉醒时间到了啊！在连接宇宙、控制宇宙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哪。用现实的话说，就是先定位。那么如何定位呢？各位别着急，先点赞关注。接下来我会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解释清楚。如果没时间的话，也请先收藏一波啊。定位呢，我们从维度说起吧，这是我能想到比较容易解释的方案。我们都知道啊，0维是一个点，1维是一条线，2维是一个面，3维就是我们的立体世界了，长宽高。4维呢，再加上时间，也就是你从小到大的那条人生轨迹。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维度概念的啊？当然，这个概念啊，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啊是没有办法被证实的，只是我们的物理学家或者说科学家的设想而已啊。当然，如果被证实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世界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世界天塌了呀！如果4维是被证实了，那我们的宿命论几乎就被成立了，是吧？你从小到大这一条人生轨迹都可以追溯的，可以被追溯的，怎么办呢？宿命论啊，这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啊，是吧？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每天都是注定好的，没意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的科学家很聪明，再加1维，5维。各位，5维大家应该知道啊，5维就是所谓的平行世界了，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意念、每一个想法都会分裂出去啊，你的每一个决定就决定了你的人生走向，好像很合理了，好像能说得通了啊。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你每天都买彩票，那么恰恰昨天有事没买，那么仔细想一下，我们这个世界按照5维的设想被分裂了几次？2次，买彩票和没买彩票，一个决定2个人生，是吧？但这对吗？各位，不对。仔细想一想，我能想到的其实是4次。第一个，买了中奖，你的人生从此发达了，是吧？第二个，买了没中，人生继续。3和4就不一样了。3是你买了，不是3是你没买，但是开奖之后就是你常买的那一注号码，也就是说你可能追了几年都没中奖，偏偏这一次没买中了，开奖了，但你没买啊。那有人说，那这就是命，你没有中彩票的命。那4呢，就和2一样啊，没买也没中，少买一次也没关系。各位，这就是平行宇宙啊。我问一下大家，有多少人是相信这波理论的？大家可以弹幕走一波啊，相信的打1，不相信的打2，我看有多少。好，现在该我说结论了。大家如果看过我的视频应该知道啊，如果要控制周深宇宙啊，我们就不能客观，任何事情必须主观。我的结论是不相信，我是不相信维度这个东西存在的，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幻想啊。但是各位，我要说个但是了，那我说但是那就不是主观了，那就是客观了，是吧？但是各位，容我啰嗦一句，如果我不说但是，这个视频你就看不到了。大家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说当我说但是的时候啊，大家可以选择相信或者忽略，这个需要你自行判断，但我却不能不说。要说我们的科学家或者物理学家，那个脑洞可真的不是一般的大。我查一下资料啊，这个维度5维之后啊，还有细分，继续又分了10到11个维度，什么超弦理论、普朗克长度，然后还有量子力学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数学概念等等等等各种解释啊。
好像很专业是吧？各位，宇宙没那么复杂，是我们自己把它想复杂了，好吧？那我换个说法，可能大家马上就懂，就一句话：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。大家信不信？大家听了半天是不是很疑惑啊？我把维度都否定了，那你肯定在想，我看这个家伙怎么把它圆回去，是吧？你把维度都否定了，然后你还讲什么人生路线，是吧？连平行宇宙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讲人生路线？人生路线就一条命运，没有办法讲了，是吧？别着急，各位，这就来了。维度我否定了，是因为这个理论啊，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啊，被根深蒂固了。我们的教育，我们的物理学家没办法看清这个宇宙啊，他只能通过一些设想，看到一些东西，然后设想，是吧？你看到什么东西，然后幻想什么东西。就我再举个例子，没有电脑之前，没有人相信什么我们的世界是虚拟的。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说啊，这个世界好像是虚拟的呀？是不是电脑做出来的啊？又现在比如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？这都是你知道了这个概念了，所以说你在它的基础上设想出来一系列复杂的东西，也显得非常高深莫测。但是各位有但是啊，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啊。这有利于你建立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啊。你学了这些东西啊，可以很轻松的融入这个社会啊，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走啊，其实是可以走得通的啊。只是呢，跟我的理论就相悖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维度啊，我否定了，但是还是要用的。因为如果我不用这个来解释，大家都听不懂了，因为我还要再造一个概念。我造一个概念，我还要解释半天，我费那个力气干嘛？是吧？有现成的啊，你就在这个上面理解。这就是我说但是的原因。因为这个宇宙啊，如果要解释的话，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说啊，根本就没有用来可以解释的文字，因为你的认知就卡在这里了。就跟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，如果我们的这个世界没有电脑，那么你的大脑就想不出来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这一个概念，解释不了。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现有的理论给大家辅助理解，我只能这样说啊。这在以后的几期内容啊，我还会详细讲啊。那么我们再返回我们的主题，维度是吧？我否定了，但是还是要用的。那么怎么用呢？我们现在我请大家转换一下思维，将我们的维度反过来。我们平常我们别人教的那些维度都是1维、2维、3维、4维、5维。那么我说你反过来看，假设我们这个世界有科学家设想的11维，你从11维往下看。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理解不了，毕竟大家的像我们平常普通人的认知啊，到6维已经几乎是极限了。所以我们假设你就现在就在6维，你往下看，你能看到什么？是这样吗？很遗憾，并不是。你看到的其实是这样的，不对。如果维度存在的话，现实你看到的应该是这样。明白了吗？你好像什么都看到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。告诉我，现在你还相信维度吗？你相信你就活在刚才其中的一条线上吗？这怎么可能吗？那么各位，我们在哪？我不会像那些所谓的大师啊，告诉你我们这个世界只是多维世界的一个投射，也不会来告诉你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这些有的没的的。现在揭晓答案，我们的定位啊，其实和维度啊无关啊。因为我们的位置就是现在如今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的人生路线。是不是大家感觉我绕了一大圈，等于什么都没说？但是各位，这个很有必要的，我必须给大家解释清楚，要不然我后面再讲这个人生路线的时候，大家就不容易理解了。因为这个概念啊，和平行宇宙啊，甚至是多重宇宙啊，这概念是非常像的。如果我讲的话，那就是多重宇宙啊，是吧？这就是现实给大家的圈套也是啊，因为你怎么在讲，你现实总有一些理论会把你绕进去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。我说的人生路线其实和平行宇宙啊非常像，是我复用了它的概念，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
这个视频我否定了平行宇宙，否定了维度，但是否定不代表它没道理，不代表我们不用，我们还是要基于这个概念来进行辅助理解的，要不然你听不懂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。我是周深宇宙空中类创始人李华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次再聊。